大家好，喷洒叶面肥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，不过我们小家庭种植一般很少有人使用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过的一些自制天然叶面肥。喷洒叶面肥其实就是追肥的一种方法，它的优点是吸收快、用量少、效果好，而且可以有效地增产和提高果实的质量。可能还会有网友说，我从来没有喷洒过叶面肥，蔬果不是长得也很好？的确如此，不过如果你试着喷洒一些叶面肥，或许会让你的蔬果结果时间显著的延长，收获自然也会更多。那么什么时候植物需要施洒叶面肥呢？家庭种植一般是在这两种情况下。第一个就是在应季的蔬果生长的后期，由于根系逐渐的老化，吸收能力逐渐减弱的时候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发现作物因为缺少某种微量元素，反映在叶片和果实上的时候，及时补充叶面肥会让植物更快的吸收转化，从而有效的治理蔬果的缺素症。因为人们通过实践证明，许多微量元素，比如钙、镁、锌、硼等，叶片吸收的效果会超过根部施肥，而它的用量也会减少，从而节约了成本。使用叶面肥还要记住3个要点，就是幼苗期不要使用，以免烧苗；开花期如果喷在花上也会影响授粉；还有就是喷洒的时间，适合在晴朗天的早晚，中午高温易蒸发，会影响肥效。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叶面肥。第一个就是蛋壳水叶面肥，蛋壳和食用白素混合后，兑水发酵制成蛋壳浸出液，它是一种很好的补充钙元素的肥料。制作叶面肥一定要尽可能细致的过滤，我一般会用丝袜过滤水溶液，效果非常好，不用担心会堵塞喷壶。然后按照1:1的比例兑水后喷洒叶面，对于植物后期的补钙、防止果实的腐败病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尤其是秋天生长的绿叶蔬菜，施洒蛋壳叶面肥的效果最为明显。第二个就是酵素叶面肥。其实酵素作为叶面肥的使用历史，在国外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它对植物的簇状抗病、微量元素的补充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酵素并不是一种肥料，因为酵素培养液可以产生活力很强的葡萄糖，浸透到叶子表面的细胞中，在光合作用下就会产生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催化剂。过滤好的酵素按照1:10的比例兑水后喷洒叶面，尤其是在当年的气候不好、阴天多、气温低的情况下，给植物补充酵素叶面肥，效果就非常明显。第3个就是硼肥水溶液。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详细的介绍了硼肥在植物生长中发挥的作用，以及如何使用硼肥。液体硼肥按照1克硼砂兑1斤清水，
在坐果期间喷洒茄果类和葡萄等作物，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坐果率，单穗果实的产量也会明显增加。第4个可以自制的叶面肥就是草木灰浸出液，按照1:10的比例兑水，搅拌均匀后静置1天，就可以制成非常优质的叶面肥。草木灰是一种非常优质的碱性钾肥，其含有多种植物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，有促进作物生长、发育和成熟，改善果实品质、提高产量的作用。草木灰浸出液还可以控制植物真菌病，例如白粉病、果实锈病的发生，也可以防治花果上产生的蚜虫、红蜘蛛等害虫。最后一个就是堆肥茶叶面肥，堆肥可以制作成堆肥茶来浇灌蔬果，营养非常的全面。你也可以把堆肥茶过滤后变成叶面肥。堆肥叶面茶的好处是植物会吸收得更快，也会减少使用量，节约成本。以上这5种叶面肥机制的做法，我都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，以供大家参考。总之，叶面肥只是植物营养的一种补充，以弥补根部吸收的不足，它并不能替代在土壤中施撒肥料。不过，为了能让您的秋菜丰收，或者延长它们的结果期，您就可以尝试喷洒一些叶面肥。感谢您的收看与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